我这两个电源，它的输出电压都是5伏，电流40安，其中一个线路板上面灌了胶，另外一个是没有灌胶的，所以就有很多朋友认为这是厂家特意为之，他们想要这个电源坏了之后维修难度变大，或者根本就无法维修，不能维修只好换新的，这是真的吗？如果不是真的，那么为什么又要灌胶呢？灌胶有什么优点呢？大家好，我是光头机电。大家看我这两块电源，它们的输出功率相同，但是体积却相差了很多，并且我拆开外壳后，体积小的这一款里面灌满了黑漆漆的胶。其实之前我也拆修过好多灌胶电源，也知道有很多朋友对这种灌胶电源有不同的看法。今天呢，我就用这款灌胶开关电源和大家讲一讲开关电源灌胶有哪些优点，并且我们在使用灌胶电源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怎样去选择，怎样才能避坑。这种知识类视频，大家可以先点赞收藏。其实开关电源灌胶它的优点太多了，要说它的缺点呢，其实只有一个，就是增加了成本。你别小看这个开关电源，在任何领域都缺不了它。风电行业、DCS、工业控制设备、机器控制、LED 等等。开关电源的数据手册上面也讲了，开关电源广泛用于工控、照明、电力、安防、通讯、智能家居等等。因为不同的行业，它的使用环境是不一样的。比如在海边，盐雾重；在高原，湿气重，混凝土搅拌站粉尘多，震动冲击比较严重。而纺织行业到处都是棉絮，在广东地区呢，小强比较多，我就比小强烧过电脑主板。而灌胶电源呢，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好的一种方法和措施。其实大家仔细考虑一下子，想一想，就很容易明白，对不对？我用一些材料或者介质把这个线路板或者元件把它包裹起来，那么外界的影响对它就减轻了很多。然后最重要的一点，告诉大家，这里面使用的胶是导热硅胶，这种材料它是导热的并且它比较软，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真正要维修的时候，这硅胶是可以用手指把它抠下来的。然后我再做一实验，给大家验证一下子它的导热性能怎么样。这是一个食品温度计，环境温度是23.9度，我把它放在电源的金属外壳上面，电源金属外壳是22.8度。然后我用一个电烙铁给里面的硅胶加热，大家看温度计温度的变化，大家看到没有？温度计以每0.1度的速度变化，也就是说热量传递的速度比较快。当我的烙铁接触到这个硅胶上面的时候，外面的温度就开始变化了。从22.8度上升到了27度，所以说灌胶提供了保护的同时，它的散热能力也增加了。所以说，一款开关电源在设计和使用材料无缺陷的情况下面，灌胶产品它的故障率要比不灌胶的产品要低很多很多。不过我提醒大家在选择灌胶电源的时候，一定要选择这里面的胶是硅胶，也就是说这种胶它是软的，那种硬邦邦的灌胶电源，我不建议大家选择。金世阳是国内的电源标杆企业，他们在产品的设计方面自然而无可挑剔，而他们使用的材料也就是里面的电子元件，大家看一看这款电源，它的输出部分滤波电容都使用的是固态电容。固态电容它有很多的优点，寿性好，体积小，寿命长，然后频率响应好，耐高温强等等。它的缺点就是贵。大家看这款电源，它的体积虽然小，但是里面的元件该有的它都有，2个公母电感，2个 X 电容，还有主动式 PFC 电路。如果大家喜欢这款电源的话，我下期把它的性能测试给大家看。好嘞，我们下期见。